日期七夕，你在帶什麼風向？獎勵說要沒事啦，要長期反覆的吃到。店內攝入微量本田皮，大部分呢會在2周內經由肝臟代謝，但是如果是長期反覆吃到超標的量，體內長時間停留，是延伸到120天以上。吃第一口2周內代謝掉，你吃一口等14天，你都不吃，怎麼可能？你这就是一直反覆在吃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并掌握全台約1/3煉油產能的中聯油脂，竟然被爆出沙拉油當中的致癌物濃度超標。嚴重的是呢，這批出問題的沙拉油早已一路的流進了360多家的下游業者，從桂冠、味王等食品大廠，到路易莎、王品、金色三麥等等的知名餐飲品牌呢，都受到了。至上百所學校的營養午餐也遭到了波及。今年的4月，當時中聯油脂呢陸續的將這批沙拉油出貨給福茂、福壽、泰山等3家公司。中聯呢也曾經將產品送到 SGS 檢驗，結果顯示各項數值都正常。不過做化工還有食品行業的南僑集團透過福壽進貨這批油品之後，在5月中從自主檢驗的結果當中發現，這批油裡面致癌物苯田皮的濃度超過了法定標準。之後他們將這個訊息層層回報給上游廠商。南僑集團在5月的時候檢驗是例行性檢驗抽檢到，然後他就把那批油品給封鎖了。第一時間傳出4月底可能不是正確的消息，因為我們一開始接到是4月底，然後南僑自己也說5月，那就5月。南僑的上游就是福壽。中聯接獲反應之後呢，就在6月的中旬將這批油品的出貨流樣分別送到了愛之味還有 SGS 再次檢驗。結果2次的檢測都證實苯田皮嚴重的超標。中聯油脂第一批油樣檢測理論上應該都要一樣，第一次驗、第二次驗永遠就是8.1，它不會衰減嘛？中聯油脂難道沒有任何責任嗎？那這個油樣檢測是為什麼會一樣？其中愛之味檢出的數值呢是每公斤4.68微克，是法定標準的2倍多，而 SGS 的結果更高，達到了每公斤8.1微克，是標準的4倍多。為什麼愛之味跟 SGS 檢驗有差別？彼此的實驗室的精度有差，但是 SGS 跟第一次 SGS 採驗有巨大的落差，差了5倍的量級。為什麼同一批油樣差出來會差那麼多？而結果出爐之後，中聯向主管機關通報，食藥署跟地方衛生局開始介入調查，並要求中聯暫停生產大豆沙拉油。那從4月油品出貨到中聯正式通報，中間已經整整過去2個多月，在這段時間呢，這批問題油早就已經流到了市面的各個地方。這批中聯的問題油總量高達了1300公噸，這個數字如果換算成市售的包裝，大概是280萬瓶500毫升的沙拉油，也差不多是6萬個家庭1整年的用油量。而在主管機關接獲通報之前呢，這一大批的油早已經全部的出貨給福茂、福壽、泰山3家公司，並且繼續的流向更下游的食品加工廠、餐廳還有通路商。中聯油脂制完之後，再賣給下游中聯、福茂、福壽，或再由它這3家往下游通路食品廠商、食品加工。他把中聯油脂跟那個福茂、福壽跟泰山切割掉，好像中聯油脂跟下游的廠商福壽、福茂、泰山是不同家，股權上來說誰是上游？福壽、福茂、泰山。從油的產制過程中，當然福壽、福茂、泰山是下游，這2邊是互為表裡，他竟然不講。大家第一時間就知道中聯油脂的背景是什麼，因為中聯油脂是沒上市的，所以我真的覺得非常誇張真的非常誇張，來一路擴散到了全台各地。根據食藥署的調查，目前呢已經有360家的業者受到影響，比如像是王品、路易莎、金色三麥等等的知名餐飲業者，還有桂冠、味王、卜蜂、蓮華等知名食品大廠也用到了這批超標的油。而用這批問題油所制造出來的產品，比如像是泡麵便當、飯糰，還有沙拉醬、辣油等等的各種調味料，以及水餃魚豆腐、魚卵卷等等，也已經下架到了各大超商。那除了消費者受到影響，雙北、台中等地呢，有131所學校的營養午餐受到了波及，甚至像是社區照顧。雙北、台中有131所，為什麼？因為雙北跟台中是第一時間就開始反應，就開始行動。日期打雙北跟台中點出來，就雙北、台中特別嚴重。事實上是高雄、台南、屏東等各地民進黨的執政縣市都在裝死。更好笑的事情是後來不是在洗說，哎呀，台中都沒驗然後高雄驗很多台北不驗，然後最好笑是台北根本就沒有榨油廠，台中跟台南還有高雄有榨油廠。台中中聯油脂在台中港畔，台南是大統一在麻豆，高雄是台糖台糖量最小，台糖只有10%，而且台糖自己也下架了一批。他們其實是想要把問題推到台中跟台北嘛，因為中聯油脂所在地在台中嘛。但問題中聯油脂的油全台灣都用，又被打臉。台南、高雄抽檢4萬多件，光一個彰化就比台南、高雄抽驗還要多。台中是全台灣抽驗最多的，因為台中產業很發達，8萬多件。這超標的苯田皮呢是多環芳香烴家族的一員，通常呢會在有機物不完全燃燒或高溫加熱、煙燻、燒烤時產生，像是烤焦的食物放了油煙或是被污染的空氣裡面都可能出現這類的物
AI 吧。本田皮之所以讓人擔心主要是因為它的致癌活性比較強，被 WHO 列為第1類人類致癌物。不只是第1類啊，它是第一級致癌物。裡面也對食用油脂裡面的本田皮含量設了上限，規定不得超過每公斤2微克。那如果不小心吃到超標的本田皮會怎麼樣呢？國際分子科學期刊上面的研究指出，如果只是短時間內攝入微量本田皮，大部分呢會在2周內經由肝臟代謝，透過糞便還有尿液排出體外。但是如果是長期反覆吃到超標的量，本田皮的代謝物就可能跟血紅素等體內蛋白質結合，在體內長時間停留，甚至延伸到120天以上。前面是对的，短時間微量攝入，它2周內是可以代謝乾淨，條件是你不可以長期反覆吃到。但是目前我們已知的是4月多的時候，其實中年油產生的這批油脂就已經產生致癌物了。至今我們到7月才開始全面性下架。光他媽講這個就在洗地。你買一罐油，你2周內吃完嗎？如果你常煮的，你至少要2個月。大豆沙拉油這種東西，調和油這種東西，至少都是500 ml，對，一般都會買大一點的，家庭用一般2-3公升嘛，小型家庭1000 ml 就好。1000 ml你要吃多久？2個禮拜你吃得完1桶油的？告訴我，就你他媽的買小罐，你2個禮拜吃完，除非你拿來炸東西。如果你正常炒菜，隨便吃，絕對1個月吧。你志祺七七，你在帶什麼風向？獎勵說要沒事啦，要長期反覆的吃到。我家7個人，所以15天會吃完1罐。第16天你用什麼油啊？還是一樣的、啊，一定是同批次的、啊。他意思說你吃第1口2周內代謝掉，你就吃1口等14天，你都不吃，你這就是一直反覆在吃啊。等於說你這個2周是無限循環，你要循環到7月多全面下架。那些目前上架，你也不知道裡面到底還有沒有這個烴類物質。它還隱晦在雙北、台中有毒，而且小朋友也吃到，這個時候他人就消失了。他就不會把自己放在這個危險的圖卡前面。你看他時而出現在圖卡前，時而出現在圖卡前，但為什麼這時候不要出現在圖卡前？而且那個代謝速度超級慢，2周內還不一定完全代謝掉，而且微量是微量，在外面吃絕對會超過這個量啊！撇開劑量不論的談毒物，流氓討論，這個家伙是有知識的流氓，很可惡。老爸超有錢，他老爸是科技業，然後在南京建廠，受到非常好的教育，然後從小嬌生慣養，做出來的東西老師在替綠營洗地。我真的覺得你他媽稍有一點點知識分子豐富，你家又不缺這點錢，需要做到這種程度嗎？還敢這樣洗，真的覺得很無恥。而且他現在越洗越隱晦，以前那個明目張膽的洗已經完全不一樣，趕快找時間就跳出來先洗。這個時間點切入，就是因為中年油脂還沒完全燒掉，累積的 DNA 損傷呢，就可能會來不及修復，進一步的提高消化道呼吸道等癌症的風險。那如果擔心自己買到問題油品可以上食藥署的中年油脂案專區。那台北市政府第一個他就不說了，食藥署的中年油脂專區在幹嘛？是抄台北市政府的，因為台北市政府先做了，他們在罵台北市政府罵失敗，查看家中的沙拉油有沒有在下架名單當中。萬一發現買到問題油品，可以憑發票、購買憑證或者實體商品到原購買通路辦理退貨。好，那話說回來到底為什麼這次中聯的沙拉油會超標呢？目前專家學者主要有幾種推測。食藥署召開的專家會議指出，最可能的問題出在黃豆原料上。食藥署召開的專家會議指出，專家會議是誰？把控製程的是誰？中聯油脂啊。中聯油脂的於林聰在不在？會議上在。做製程說明，所以食藥署得出一個結論哦，中聯油脂的老總親自說了製程，所以食藥署就根據說哦這個樣子啊，所以製程沒問題，豆子有問題。他聽中聯油脂的老總說製程沒廢話，當然說沒問題啊，你就叫我去開會，叫我去說明了，我還跟你說豆子有問題啊，非常敢講，這已經被澄清會戳破了嘛，老總現在被收押了。你9元監裁判說黃豆原料，這個說帖就是中央來的嘛。志祺七七直接拿政府說帖來看，如果志祺七七只是個路人，我會覺得他可能誤信中央。但志祺七七已經洗地洗得太多了。前不久，中聯才剛把大豆原料從美國豆改成巴西豆，而巴西氣候潮濕，黃豆含水率偏高。為了避免在運輸的過程當中發霉，通常會在裝船之前經過高溫烘乾處理。那如果烘乾的這個溫度過高，或是過程控制不當，有可能產生本田皮。雖然在後續黃豆精煉製油的時候可以去掉大部分的本田皮，你自己都講了哦。雖然後續黃豆製油可以去掉大部分本田皮，所以他是知道製程的哦，代表志祺七七有去研究製程。但如果一開始的含量就太高，殘留下來的量還是可能超標。這句話就完全說謊，這是惡意帶風向。因為現場的專家陳炳輝教授講的很清楚，你只要改用活性炭就除光了，可以除掉90%。而且講大豆有本田皮，到現在拿不出一個採樣給我。除了你那些數據之外，你大豆本田皮的採樣在哪裡？這就是他很聰明的地方啊！殘留下來還是可能會超標，講這種純鬼扯了。因為就是可以出去。志祺兄，7月9號的時候有查廠資料嗎？衛福部有公布查廠的事情嗎？有查廠報告嗎？都沒有，因為7月21號才查廠，7月28號才提報告。你要寫這篇沒有查廠報告，你就自主把所謂的原因歸結為大豆原料，並且呢說製程是除不掉的。志祺七七自我標榜獨立的自媒體，不受任何的惡勢力
想他的說法，他就講公正的話，你這樣公正嗎？第二個，他講究知識要有內涵深度，要有充分證據說話。你他媽的，你連報告都沒有，你怎麼可以直接說這些都可以排除？就是大豆繼續帶風向。而除了原料端，食品技師工會也提出了其他的幾種可能，例如製程的操作異常，像是油脂精煉過程當中溫度過高，就可能生成本田皮，或是這個管線清洗不夠徹底的話，也可能讓其中的殘留物污染到產品。另外，沙拉油在儲存運輸或是包材接觸的過程當中，也可能出現交叉污染的狀況。不過這些說法目前都還是專家們推測，實際的原因還是要等相關單位後續的調查才能夠確認了。他先把官方的態度闡述一輪之後，就說反正都是推測，我只是陳述說法嘛。那無論造成超標的原因是什麼，讓許多人不滿的是，照來說賣給消費者之前就應該要檢查出問題，擋下問題油品。那為什麼這批油還是流到了市面上？首先呢，可以從原料談起。中興大學食安所副教授林信堂指出，目前制度上面黃豆從船上卸貨到煉油業者統倉時，沒有抽驗本田皮的程序，只會驗黃曲毒素跟殘留的農藥。所以萬一問題是出在黃豆的身上，這層源頭管理等於是沒有辦法把關到啊。所以你都知道您為什麼會去附和這個說法？理論上你要提出質疑啊，在沒有報告情況之下，武斷的認為大豆就是本田皮的源頭，就是不對的嘛。而且大豆只是烘乾啊，你拿200-300度烘乾幹嘛？本田皮要200度才會產生啊。成油之後，中聯確實有把這批油的樣本送到 SGS 檢驗，那當時檢出的本田皮濃度是每公斤1.6微克，並沒有驗出超標。那到底為什麼沒有驗到呢？台灣毒物學學會理事為什麼沒有驗到？衛福部都不敢解釋的哦。市長徐美玲表示，樣本運輸的過程，還有檢驗人員操作差異，還有這個實驗室的人力負擔等等，都可能造成實驗室的檢測結果落差。他剪掉一句話，理事長徐美玲表示，好，他先用了台灣毒物學會理事長徐美玲，就是拿專家的話來抵。樣本運輸的過程，還有檢驗人員操作差異，還有這個實驗室的人力負擔等等，都可能造成實驗室的檢測結果落差。他自己畫黃哦，但他那句話把它拿掉了。公司內部取樣也會有差異，他把這句話重點拿掉了耶。整桶油是均值的，不是嗎？你拿到油做出來，這邊的本面含量比較高，那邊含量比較低，有這種油哦，那油還不平均哦。公司內部取樣有差異，那代表說有人在取樣上作假。為什麼取樣會差異那麼大？整桶油不是均值的嗎？太多原因，單一就責可能有非戰之罪，代表民進黨已經對中聯油脂拿假油樣 SGS 檢測這件事情丟掉了，已經沒事了，非戰之罪嘛，不要單一就責嘛。你覺得 SGS 檢測它是抽一個樣品，還是要抽很多樣品？當然要抽很多樣品啊，會只抽單一樣品嗎？哪一個檢測你告訴我抽單一樣品？哎，最好笑的，後來都沒差異了，該是8.1就8.1，因為 SGS 只負責拿樣品嘛，給什麼樣品他驗什麼答案，就這麼簡單。直接非戰之罪啊 ，CNA 就給他引用了。油槽的上層、下層或不同位置取樣，也可能會產生取樣誤差，導致檢測得到不一樣的檢測結果。洗地了，開始了，取樣誤差，油槽很大，上下分層，然後污染物不平均分化，這完全在製程裡面。不過，就算中聯沒有驗到，在5月南橋的檢驗就已經差。最精華的是下面這句，他又不念了。我認為驗出1.6微克就已經是異重。李清耀說，致癌物含量檢驗像是檢驗報告，不能只有在紅字出現時才有警惕，應該要每次都與過去自身數據變化做比較。根據已知資訊，中聯大豆沙拉油過去從未驗出本偏比，儘管應該看到數據波動時就要提高警覺。李清浩教授的重點是要有所警惕，然後他把它截取的重點是，因為污染不是平均分布，志祺七七又在幫他畫唬爛。照志祺七七的理論啊，豆有問題，榨出來經過製程到油，是不是已經均匀混合了？如果今天本偏比是外部污染源，那就會不均匀。豆是毒，榨下來變成成品，放到油槽裡面，竟然會覺得它可以不均匀分布。然後李清浩教授所說的重點是有異狀要有所警惕，結果你主動忽略它，你這又不講了。不過就算中聯沒有驗到，在5月南橋的檢驗就已經發現問題。重點今天是南橋，大篇幅在打南橋。為什麼一直到6月下旬，主管機關才接獲了通報呢？根據食藥署的說明針對資本額3000萬以上的食用油脂製造廠，業者呢要在廠內針對各個環節還有產品自主檢驗，而且呢至少每半年要委托第三方的檢驗一次。那一旦發現異常，業者就必須要立即的停止製造、加工、販售，並且主動的通報主管機關。南橋在5月13日拿到自主檢驗結果，發現本偏皮超標時，沒有第一時間通報主管機關。第一句話就定南橋死罪。南橋驗的是進貨，南橋驗的不是自己的產品。簡單來講，南橋是消費者啊。衛生局來叮咚罰錢，因為你吃到癌真實有毒，你沒有通報，你就是毒油消費者，你也是共犯。而選擇在6月10號往上回報給上游業者，後續陸續收到訊息的相關業者也一樣沒有主動通報，一路拖到6月30號才。最關鍵是6月15號的品保會議，他不說。
才由中聯正式的通報食藥署。也因此衛福部呢後續對南僑、福壽、泰山還有中聯全部開罰，而至於中聯呢，則被開出了台灣食安史上金額最高的1億6520萬的罰鍰。不過，台灣食品技師協會理事長曾義勇也指出，業者沒有及時通報，當然有責任。另外一方面，現行食品通報的規則可能也存在不夠清楚的。到時候他們打行政訴訟，絕對要麼免單，要麼基本上就會大幅的減單。提到法條當中呢，雖然規定業者發現產品有問題時需要及時通報，但在實務上，很多業者呢會把這裡的產品理解成銷售給一般消費者的終端產品，而不一定會直接聯想到上游的原料。直到先前蘇丹紅事件之後，主管機關才進一步的把原料也納入解釋範圍。但對於許多的廠商來說，曾義勇指出，法條中的產品意思是指銷售給一般消費者的產品，沒有包括原料。然而，沒有修法的結果就是許多業者並不完全清楚改動。曾義勇進一步表示，因為沒有強制規定，業者的態度就會較為謹慎，先以複驗並通報供應商為主要做法。這知識抵達正常流程就是會重複確認。今年蘇丹紅事件之後，主管機關才進一步的把原料納入解釋法。請問你的解釋在哪裡？你為什麼不推動修法？民進黨不是最會推動修法？修法在哪裡？蘇丹紅查得不明不白啊！所以這次事件一方面暴露出了業者通報不及時的問題，所以又是業者通報不及時啊。而另外一方面呢，也讓外界開始追問，現行制度對於整個流程的監管是不是也都有些疏漏的地方。哇，講到這裡，這個影片總共16分48秒，到影片10分36秒處，終於有些疏漏的地方，是不是有些？到現在政府出現哪一個角色？雙北市、台中市。聯合報等媒體社論指出，這起事件可能反映出台灣的食安監督體制過度的仰賴廠商自主檢驗，還有自主的通報。尤其品牌業者上下游供應商之間本來就存在着高度重疊的利益關係，在這樣子的結構之下呢，如果主要把關責任都放在業者自己身上，那萬一廠商不想要揭露問題，延後通報，甚至彼此之間可能互相的袒護，問題就可能會被壓在供應鏈內部。又在暗示了，而且用聯合報，那聯合報裡面講的最狠，賴清德吃狗食掩蓋食安問題。動漫快評：獨遊西台找蔣萬安，賴清德只會吃狗糧。聯合報主筆是，你不是要用社論嗎？聯合報重磅快評是台灣最有名的社論啊，你怎麼不用聯合報主筆是寫的社論呢？你志祺七七寫稿的時候，賴清德一字不提耶，我要罵高手哎，講了10分鐘啊，中央政府你一字不提啊，衛福部好像在這個是第三方機構一樣，都是業者的錯，尤其是南僑這個壞家伙，又署名了，上下游利益關係重疊，問題容易被壓在供應鏈內部，供應鏈為什麼不講上游廠商？遲遲的不會浮上台面。而另外，也有台大工衛學院的學者指出，目前政府的抽驗呢，多半是針對市面上面的成品，但像是中聯這類的油品本身未必會直接以終端商品的形式出現在市面上面，而是呢會先進入食品加工廠，再被做成各式各樣的加工食品。大家超愛用聯合報，對不對？聯合報怎麼下標？專家戳破食藥署漏洞，中聯優質產品沒進到市場，根本驗不到。專家戳破食藥署漏洞。志祺七七怎麼講？呢多半是針對市面上面的成品，但像是中聯這類的油品本身未必會直接以終端商品的形式出現在市面上面。從頭到尾不會給你提食藥署，不會給你提衛福部，不會給你提中央政府，不會給你提卓榮泰、賴清德、江志剛，就從一個字都不會提。食藥署在事件初期曾經以第二層加工品風險較低為理由，沒有立刻完整公布名單。而在下架食品的範圍上面呢，食藥署一開始也只要求部分使用問題油品的產品下架，後續爭議擴大，才把範圍一路的擴大到使用比例不到20%的產品也需要預防性下架。這些都引發了不少民眾批評，認為政府的資訊公開不夠透明，回應速度不夠快，初期下架的。你為什麼不解？你為什麼不用大字卡？這個 CC 關掉就沒了耶！不知道我說。公開不夠透明，卓榮泰後來就為公開不夠透明道歉了。關鍵哪裡？關鍵在初期下架標準不夠嚴格，就誰蓋牌20%嘛，蓋牌20%不講哦。那麼對於行政單位沒有辦法查處，不夠快，完全真實的資訊，這個部分。我真的深感抱歉，公開不夠透明，不就這2點？這是17號卓榮泰的事情哦。志祺七七為什麼在9號的時候就精確的知道卓榮泰要怎麼道歉？8天前他就知道我要怎麼道歉了。他8天前就知道，就是公開不透明，回應速度不夠快，他就控損在這裡，精準把控，怎麼那麼厲害？結果初期下架不夠嚴格，這個東西他竟然直接從他大字報消失。針對外界的批評，食藥署回應表示，他們接受外界的建議，目前也已經在研擬制度的調整，而未來可能會增加業者製程當中的抽驗節點，提高批次檢驗的密度，甚至擴大到採取逐批的檢驗。哇，七七他媽根本就是衛福部的蛔蟲啊！七七啊，未來修法方向，提高自主檢驗頻率，中央機關落實自主檢驗，然後發現危害之處20條通報，並安全檢測計劃朝中央核定。
哇塞！然後你看那個政府要抽檢，中央地方主管機關依法抽樣抽取，要追蹤缺失改善，依法裁處歸歸。7月27出的 PPT， 志祺七七在7月7號錄制的時候精準掌握。未來業者呢，在取樣的流程還有檢驗態度上面都應該要更謹慎，甚至這些取樣方式、檢驗流程也值得更明確的邊境法規裡面，讓業者知道該怎麼樣做，也避免不同廠商各自用不同的標準處理。而 New Talk 新聞的社論指說，台灣或許終於用 New Talk 了，要建立更獨立、更外部化的風險治理機制。FDA 強調風險分級管理，會依照產品風險的高低安排不同頻率的查廠跟抽驗，並且要求業者建立預防性的控制機制。同時呢，也會向大眾同步的公開檢驗結果，讓外界可以及時的監督。那社論也建議台灣可以學習這些做法，建立真正獨立的食品風險評估機構，讓風險評估盡量的脫離產業利益跟政策的執行壓力。媽，你政府做好還需要這麼多獨立機構啊？那代表什麼？如果還需要獨立機構的話，政府就廢物嘛。那正常監管誰來監管？立法院監督政府，政府去做事情，你只要落實監督機構就好了。政黨在卸責，你他媽志祺七七還在幫他卸責，哪來的政策壓力啊？硬要洗認真的繼續打籃球，吃飯睡覺打籃球。我覺得說實在真蠻佩服七七，做人可以如此沒有良心。